丫头还在磨蹭什么？能嫁给赖头哥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赶紧按手印。张桂花，赖头里，我不是死在出租屋里了吗？这是1995年我被逼婚的那天。婉妹子，别害羞啊，过了今天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哥会对你好的。滚开！管了你了，还敢骂人！你爹娘死得早，把你拉扯大，就是让你这时候报恩的。今天这婚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报恩？你们占了我家的老房子，领了我爹的抚恤金，现在还要强行安排我和他订婚，这就是你们说的恩情？你胡咧咧什么？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大家伙评评理，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林婉，少废话，按了手印，入了洞房就老实了。谁敢过来？哎呀，我的脚，烫死我了！杀人了！大胆，你敢烫老子！我再说一遍，这婚事我不同意，谁再敢逼我，下一次这开水就不是泼在脚上了。反了天了！来人啊，把这个疯丫头给我捆起来！当家的，快来啊！你哪儿去了？婉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大伯，现在是新社会，婚姻自由，强行安排别人的婚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我是你大伯，你的婚事就得听我的。你们都劝劝他，这门亲事多好啊！大伯娘，你刚收的1000块彩礼钱被林娇娇偷走了。什么？死妮子，你敢偷老娘的钱啊！你别听他胡说，我没有。钱呢？那可是老子的血汗钱！我亲眼看见他塞进裤兜里的，鼓鼓囊囊那一卷。妈，你疯了！我的钱，这是我的钱！都给我住手！丢人现眼的东西！那死丫头跑了，快追！跑，一定要跑出去，绝不能再重复上一世的悲剧。你走路不长眼啊！臭丫头，还敢跑！给我回去！陆哥，这是我媳妇儿闹脾气呢，我来带她回家。我不是他媳妇儿，是他伙同我大伯要逼婚，还要抢我家的传家宝。滚！这麻烦解决了，你可以走了。等等，你背篓里的草药有一株是断肠草，有剧毒。你会认药？我爹以前是医生，我学过一点。你那背篓里大部分是治腿疾的透骨草，但混进了断肠草，万一熬错了会出事的。多谢。你要去镇上抓药吧？能不能带我一程？我大伯他们很快就会追来，我必须去镇上。为了一个破花瓶，值得拼命？他对我来说比命重要。上来。随便看，别乱摸，碰坏了赔不起。掌柜的，麻烦给长个眼，我想出这个瓶子。小姑娘，我们这儿收古董，不收腌咸菜的罐子，拿走拿走，别弄脏了我的柜台。掌柜的，您再仔细瞧瞧，这胎体厚重，釉面肥润，虽然脏了点儿，但这青花的成色用的可是正经的鹧鸪。就算是老物体儿，也是个民窑的大陆货，品相还这么差，顶多给你5块钱，当个摆设。一口价350。多少？350？你抢钱啊！小丫头片子，你知道350是多少钱吗？掌柜的，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东西您收了，转手卖到市里，至少能翻2番。我急着用钱，350，您拿走，不然我就去县城了。行行行，算我看走眼了，300就300，多1分没有？350，少1分我不卖。拿走！真是倒了8辈子霉，遇到你这么精的丫头。刚才谢了，这是封口费。出了这扇门，你没见过我，我没拿过钱。收起你的自作多情，出门小心点，你被盯上了。死丫头，原来你躲在这儿！立刻把钱和户口本给我掏出来！姓陆的，这儿没你的事儿，识相的赶紧滚，不然连你一块打！哎呀，他碰我了，他推我了！大家快来看啊，有人欺负我一个老婆子了！各位叔叔
婶婶评评理，我爹是为了救集体财产牺牲的。我大伯一家霸占了我家的房子和地，领了我爹的抚恤金，这几年把我当丫鬟使唤，现在为了那1000块彩礼钱，还要逼我嫁隔壁老李。这老李是什么好东西？这不把人往火坑里推吗？你胡说！我对你比亲闺女还亲。亲闺女，这旧伤是您打的，这新烫伤是刚才为了逼我按手印弄的。大家看看，这就是他说的亲。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给我闭嘴回家！婉婉啊，都是误会，跟你婶子回去，大伯给你做主。大伯，我不回去了。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要跟你们断绝关系。你说什么混账话？我是你亲大伯！你打呀！你今天不同意断绝关系，我现在就去镇大队，告你们虐待遗孤、侵占财产。我看你这个村支书还能不能当下去？闭嘴！钱还不够丢人吗？跟我去大队部，今天这字我给你钱。周大队长，我要分家，断绝关系。队长啊，你要给我们做主啊！他拿开水烫我，还偷家里的户口本儿，这是要逼死亲长辈啊！这是我亲生父母的户口本，不叫偷。你为了收老李1000块彩礼，强行逼我按手印嫁人。今天既然到了大队部，咱们就把账算算清楚。队长，小孩子闹脾气，满嘴胡说的，我把他养大，总不能白养啊。我爹留下的抚恤金、房子、地全在你手里，你养我，还是我养你一家？白纸黑字，林婉已经成年，婚事他自己做主。谁敢逼嫁，我立马叫警员来抓人。那他这10几年吃我们林家的饭就白特了。想分家，先把饭钱吐出来。这些年你们克扣我的工分，拿我爹的钱，我不跟你们清算。但从今天起，我跟林占山一家断开，再无牵扯。你翅膀硬了，想断就断，白纸黑字写清楚。不写，现在就去县里告，遗孤被逼嫁给地痞，还领了我爹的抚恤金，这事儿够不够查？既然双方都闹到这份上，就写断亲书。林婉自立门户，林占山一家不得再干涉他婚嫁、财务和去留。你大伯不会就这么算了？你今晚是不是没地方住了？天当被，地当床，我也绝不再踏进那个家门半步。大队安排我看管后山林，这是巡山交接的钥匙。山上那间你爹以前盖的旧木屋现在归我管，空着你去落脚。多谢，算我欠你个人情。上一世我被老李拖回去前，也有人在路上设过卡子，原来从这时候就开始了。快进去，把他捆住，堵上嘴。明早就说是他自己跟人跑了。嘿嘿，跑了一天，今晚看你我的腿，谁放的夹子？叶夏，林婉，一个败坏门风的东西，半夜3更躲在木屋里跟男人幽会，把咱们村的脸都丢尽了。支书，这地上怎么是老李？怎么长这样？不是说来抓方风败俗的吗？这大半夜拿着粗麻绳，看着像是要绑票啊！大伯，你来的真准，夹子刚响你就带着人冲上来了，难不成这吃人的铁夹是你亲手埋的？你少血口喷人！我是听说你半夜不安分，才带人来看看。拿麻绳来看我，我看你是想把我绑回去吧？我刚签完断亲书，晚上门口就多了捕兽夹。你们是怕我活得太久，还是怕我把我爹的事儿查清楚？林婉今晚在这里，是受我雇佣看守后山草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谁敢再动他一下，你说雇就雇，证据呢？雇佣契约，白天写的。谁再造他的谣，我明天去派出所说。还真有契约，按了手印儿。占山，你这怕是搞错了。谁知道这契约是不是临时写来骗人的？孤男寡女半夜在山里，本来就不清不白。我住我爹留下的木屋，靠自己干活挣钱，哪里不清楚？倒是你们带着老李和麻绳半夜上山，想干什么？是他害我，他故意让我踩夹子。夹子是谁带来的？
绳子是谁拿来的？我可没请你半夜摸到我门口。这个捕兽夹是新的，夹齿上还有油，派出所能查。还不赶紧把老李弄下山，嫌不够丢人？那咱们就这么算了。大伯，别急着走，断亲书你签了，木屋钥匙我拿了，但我爹留下的药书和旧箱子呢？什么药书？早烂没了。我爹当年救的是集体药材仓，仓库起火前，钥匙在你手里。你确定药书只是烂了？你听谁胡说的？我爹死得不明不白，我迟早会查。这一巴掌是替我爹打的，你敢再碰我一下，我就让全镇都知道你半夜带人毁亲侄女的名声。赶紧下山。从今天起，我不靠林家活。你想靠这片没人敢进的荒山？别人眼里是荒山，在我眼里就是金矿。我要靠它挖出我翻盘的第一桶大钱。一份买米面，一份买镰刀竹筐，一份留作本钱，剩下这300块是我林婉彻底翻盘的底牌，一分一毫都必须花在刀刃上。昨晚的雇佣契约既然签了，就得做全套堵住村里的嘴。这是预支的半月口粮和上山的家伙。昨晚只是为了对付林占山，我不收来历不明的施舍。施舍？就凭你手里那把破镰刀，连后山第一道坎都翻不过去。带上绳子，别失足摔死在我管的林子里，给我惹麻烦。东西我收了，但这不是施舍，是投资。3天内，我用山里的药材连本带利给你清算。林婉，你还真住山上了？一个姑娘家也不怕丢人？我靠手吃饭，不丢人。不能摔下去！抓紧，抓紧！你跟着我！我怕我刚雇的工，第一天就给野猪加了餐。等等，这是什么？七叶一枝花，还有成片的野生黄金，这底下全是极品药材。值钱？比我昨天卖的花瓶更稳。花瓶只有一个，但这片深山，只要我能吃下，就是挖不完的活钱。大家快来看啊！林婉住进后山，果然跟陆晨不清不楚。大家都看看，一个刚断亲的丫头，夜里住后山，白天又跟陆晨钻林子，这还要不要脸？姐，你就算不想嫁老李，也不能这么糟践自己名声啊！我进山采药，他是雇主，也是护山的人。你们想看热闹，我正好有事宣布。你宣布什么？从今天起，我收后山合格药材，透骨草1斤3毛，黄金按品项算钱，采得好当天结账。谁愿意干，我登记名字。你一个小丫头，有钱给吗？我有本钱，也有销路，账本公开，谁采多少，谁拿多少钱，大家当场看。婉丫头，你真当天劫？真劫，但丑话说前头，乱挖、掺草、偷挖未成熟的，一次就拉黑。女人能干不？能，妇女优先。会认草药的，我还加钱，请做领工。你们还真信他？他懂什么药材？别到时候吃坏人，把你们全拖下水。所以我先教大家认毒草，这个像透骨草，但叶背发紫，不能采。谁要是不懂，可以先跟着我。我跟婉丫头干，能当天结钱就行。我也来，家里正缺盐钱。大家不用慌，排好队，一个个来。死丫头想靠这个翻身，我偏不让你如愿。根不断，叶不烂，你要手干净。谁掺杂草，今天不给结。婉丫头，这法子真细。药材是入口的东西，粗心会害人。咱们要挣干净钱。
丫头，你看看这个成不成？成，2斤6两，按3斤算，先给你9毛。真当天给钱啊？说到做到，明天还收。死丫头一天就能收这么多，这都是钱。娘，咱晚上搬走，他又没证据。快点，先拿黄金，值钱。大伯娘，偷东西偷上瘾了？谁偷了？我只是路过。路过还背着一麻袋药材，白天骂我们，晚上偷我们的药材，你也太不要脸了！这些山里的东西又没写你名字。我白天做了记号，谁碰过手上都会染红。明天我会把偷药的事儿写进公告，以后谁跟着张桂花偷采偷拿，我一概不收。李婉，你还当初立规矩？再敢动，就把你送派出所。五行拳，炉头长，是野生小山参。能让你手抖成这样，看来是个好东西。这不仅是好东西，也是咱们砸开镇上最大药房的敲门砖。明天一早我就拿它去镇上，谈一笔真正吃下这片深山的生意。抓药还是卖药？卖药材，透骨槽、黄平，还有一根小山参。山里挖的？野生的，根须完整，年份虽小，但药性足。小姑娘不懂行吧？这也叫野山参，顶多算参须子，药性散得很。我给你8块，算照顾你。8块？杜掌柜，您这价不是照顾，是欺生。镇上就我济仁堂收药，你不卖就拿回去烂在手里。您说这根山参不值钱，那这批透骨草呢？叶背无毒斑，根增干净，晒得正好。按规矩，1斤至少5毛。3毛。你一个村丫头，有药就不错了，还想挑价？那我不卖。小姑娘，别逞强，药材讲门路，你没门路，进不了大铺子。门路是走出来的，不是求来的。哎，我还以为他多能耐，原来也卖不出去。掌柜的，那山参真不值钱。你懂什么？那根参少说能卖60，那丫头手里还有山货源头，不能让她跑到别家。那怎么办？去林家村找林占山，他不是说那丫头归他管吗？让他来认人，咱们把货源接住。没卖成，记这些废账有什么用？这不是废账，这是砸他招牌的铁证。他压底的死价，甚至他贪婪的微表情，我全记下来了。他今天怎么压我的价，我迟早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你猜到他下一步会去找你大伯？他压价那么狠，根本不是单纯想买药，他是想一口吞掉背后的整座后山源头。找林占山是他唯一的捷径。接下来我们去哪？去找他的对家。小姑娘是来卖药的，先请掌柜看货，再谈价。山里挖的，野生的，根须完整，年份虽小，但药性足。东西干净，采的也规矩。小山参我给65，透骨草1斤5毛，黄芩按品相另算，比刚才高很多。我不要一次价，我想谈长期收药。你手里有稳定货？后山有一片药材坡，我能组织村民按规矩采挖，但我要当天结账，价格公开，不能恶意压价。可以，但药材必须干净，不能混入毒草。我会先筛一遍，出问题我负责。小姑娘挺会啊，不像第一次做生意。吃过亏就会了。这10块钱是定金，白纸黑字契约成，以后只要是好药，我永安药号有多少吃多少。成交。明天清晨第一批药材我准时送到大堂。韩老头，这批货你绝对不能收！我永安开门做买卖，哪轮得到你济仁堂来砸场子？她是我侄女，偷了家里的山货出来卖，钱得交给我。小姑娘，家里长辈来了，你就别闹了。山货交给济仁台，我还能给你留口饭。林占山昨天签的断亲书，镇大队部作证，我自立门户，他管不了我。那是你逼我签的。药材是我雇人采的，每一斤都有名字。你说是林家的，哪一斤是你采的？林占山，你拿着别人家的东西来充长辈，丢不丢人？
韩老头，你确定要为了一个村丫头得罪我？我只认好货，不认你杜家的脸。杜掌柜，做生意讲诚信，你想8块收我65的山参，这笔账我记下。哼，120块定金到手了，有了这笔钱，够你舒舒服服过上1年了。舒服。林占山和杜掌柜今天没抢到货，现在就像2条被帮位引来的饿狼，靠我一个人偷偷摸摸上山挖药，迟早被他们连皮带骨头吞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准备怎么玩？既然暗处躲不过，那就摆到明面上。我要立刻拿着这笔钱去大队部，把整片药材坡连地带草彻底承包下来。我要让那座山上的每一根草都只能受我林婉的规矩。林婉，你有什么事儿？队长，我想承包后山东坡那片荒地。那片坡荒了多少年，石头多，路又险，你一个姑娘承包它干什么？用来规范采药，那里有不少药材，我已经和镇上药店谈好收购，只要管住乱采乱挖，村里能多一条挣钱路。哼，队长，您可别听他吹，一个刚断亲的丫头，她要摔死人，责任算谁的？就是，他昨天还害老李夹了腿，今天又要害全村上山送命。真要出事儿，村里赔不赔？你挣了钱自己拿，我们冒险干活，凭什么信你？这是昨天采药的账，周婶9毛，二妮妈1块1，其他人多少都写着，谁干活谁拿钱，账本公开。我能作证，婉丫头没拖1分钱，她还教我们认毒草，比那些黑心药铺强。我承包山地，不是把山占为己有。村里人可以登记采药，我负责筛选、谈价、结账。村里每月按利润抽1成进集体账。队长，他这是空手套白狼。大伯，你昨天说我偷林家的东西，今天又说我没本事，你到底怕我没钱，还是怕我真把山里的钱挖出来？东坡可以承包，但规矩要写清：第一，不能乱挖幼苗；第二，出工登记；第三，承包费先交。多少承包费？东坡连着木屋边那片荒地，1年300，你要长期做，至少先交2年，600块。600，他卖了自己都凑不出来。队长，给我3天，3天后我把600块交上。3天交不上，这是作废。一言为定。婉丫头，3天600，你去哪儿弄？婉丫头，你该不会是想借后山那片老林子吧？绝对不行，那里面常有熊瞎子和野猪出没，连村里的老猎户都不敢往里采。你可千万别为了跟林占山赌这口气，白白去送命啊！外围的普通药材凑不够这600块，别人不敢进的死地，才是藏着真金白银的宝库。为了咱们能彻底翻身，这3天，我林婉就算是汤雷阵，也得把这600块凑齐。进山寻药，日落前回。前世我听老药公说过，后山崖边长过一片老药，只要找到，我就能拿下东坡。找到了。娇娇，记住位置，等他走了，咱们自己挖。这地方太险了，我怕。怕什么？那死丫头能来，咱们也能来。600块不能让她挣啊！这些还小，不值钱。娘，我站不住了！别过来，地是空的。林婉，抓住！药草在筐里，先别让它掉下去。闭嘴，先保命！陆晨，你怎么样？没死。怕了？怕，但我更怕一辈子被人踩在泥里。陆晨，你看那边。陆晨，那不是普通药草。你认识？这是百年老参，真挖出来，别说600块承包费，连盖瓦房的钱都有。洞都塌了，
命要是折在这儿，你要这600块钱去阴曹地府交承包费，先挖石头找路。命要保，钱我也要。这身王绝不能硬赚，断一根须，价钱直接劈掉一半。用这个，你只管跑你的钱，塌下来的石头我来顶。你这人嘴冷，没想到心还挺细。你这人胆子大，命也硬。你不问我为什么懂这些？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事。我以前就是太爱解释，才被人踩到死。以后不用解释，拿结果说话。出来。这个地方暂时不能让别人知道。这屋子本来就是林家的，一个断亲的丫头也配住？娘，这些破草都丢了吧？谁扔我的药材，谁赔。你还敢回来？这是我爹留下的木屋，大队刚登记过。你们撬锁进来，这叫私闯民宅。你爹是林家人，他留下的东西就是林家的。断亲书上写的很清楚，我自立门户，你们不得干涉我的财物和去留。拿一张纸吓唬谁呢？木屋在我们林家地界上。林占山，木屋临时归林湾使用，东迁承包还在审核，你带人撬锁，像什么话？队长，我就是怕他乱采药出事儿。您是怕我出事，还是怕我挣钱？你少猖狂！我倒要看看，明天日落你被大队轰下山的时候，还有没有今天这么硬的骨头。我们走。人我替你赶走了，但咱们大队的规矩不能破。他刚才有句话没说错，今天已经是第2天，明天太阳落山前，600块承包费要是交不上，这木屋和东线大队立刻收回。周队长，您放心，我林婉吐口唾沫是个钉。明天日落前，我不仅把600块一分不少的拍在您桌上，我还要让全村人看看这荒山到底能不能变金山。上车，去县城。去晚了，县城里的大鱼就咬不到钩了。这绝品不能在外面随便亮，得去后院请几位商会的老药材商当场看盘。800，这车我要了。800，你想捡漏？我出1000。1800，小丫头，这价在整个县城已经是天花板了，马上结账。这身王，您老几位转手送到市里大药行，起步价绝不会高于3000，大家爽快点，2600，少1分这包袱您都别碰。这丫头眼毒，是行家，她报的这价正正好好卡着咱们的利润线，不必压了。2600，成交。韩掌柜，这次多谢您搭桥了。财不外露，一个姑娘家带着一笔能买几10头牛的巨款，出了这扇门，当心被暗处的狼活剥了。盯住他们，后山那片药材值大钱。有了这钱，你还要承包山？这钱不是终点，只是开门的钥匙。整整600块，一分不少。周队长，点钱盖章。你还真弄来了，婉丫头，丑话我可说在前头，这公章一旦吧嗒一下按下去，这荒山你要是砸在手里赔了个底朝点，大队可绝不会退你1分钱。我林婉做买卖，字典里就没退钱这2个字，我要的只有您大队的一句话，契约一签，东坡就是我的地盘，以后谁要是敢眼红，踏进我的山头偷药捣乱，大队必须按规矩拿人。好，有胆识，白纸黑字盖了章，只要你占理，大队就是你的靠山。婉丫头，这下真站住脚了。明天我把嫂子也叫来。可以，但先学规矩，成熟的采，幼苗留，谁坏了根，我不收。你觉得今晚会有人来？参王的消息传出去，迟早有人眼红。
先搬药材，再砸木架，让那丫头明天没活交。陆晨要是在呢，他再能打，也就一个人。谁让你们来的？少废话，给我打！坐后。陆晨，别让他跑！这是要断我们活路啊！你们没证据说是我砸的。带口嗅着李记毒房，你带人夜闯承包地，毁坏药材，证据够不够？送派出所。坐下，我给你包扎。小伤，不用你管。你替我挡的，就归我管。可惜了，昨晚毁了不少药。受查的不能卖给药号，但也不是全废，能做外用包和泡脚包。药包也能卖钱？单卖原草赚的是苦力钱，加工以后赚的是手艺钱。但有一点，不许乱说治百病，只卖日常舒缓和驱潮。你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法子？装的不是法子，是吃过亏、流过血之后长出的记性。味道干净。婉丫头，你要是肯放我铺里代卖，我给你留柜台。第一批我自己卖，先听客人怎么说。这能干啥？山路走累了，晚上泡脚用，不是吃的药。布包上写着进口服，你这写的明白，比那些神神叨叨的强。婉丫头，这碎药都能变钱，真神了。不是神，是把每一分价值榨出来。有人跟着。李婉，街头有人卖低价一包的邻家神药包，到底是不是你家出的便宜货？我的天，这全是带毒的烂草！这不是便宜货，这是有人想拿人命，彻底砸烂我林婉的招牌。假货这么快摆到集市，做的人就在村里，这也太缺德了！拿烂草冒充咱们的，5分钱一包，邻家正宗神药，便宜的很。林家正宗，我这个正主就在这儿，我怎么不知道我出了这种烂草药的货？你谁呀？敢砸老子的摊儿，不想活？谁给你的货？说错一个字，今天这块木板就是你的下场。我说，是林家村的张桂花，她一大早偷偷塞给我的，说她侄女忙不过来，托她代卖，卖出的钱跟我3/7分啊。张桂花敢拿人命来砸我的招牌，我看他是活腻了。带上他回村。你就是李婉，我儿子喝了你的药包泡水，疼得在床上滚了1夜。今天不赔钱，我砸了你这黑心窝！睁大眼睛看清楚，我的药包上写着禁止口服，你这包上有一个字吗？拿包长毛的烂树皮就想赖到我头上，谁给你的胆子？大家快听听，出事就不认账了啊！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药？这分明就是想害死人！婉婉，你为了赚钱，大伯不拦着，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拿大家伙的命开玩笑啊！他就是个骗子，现在吃坏了人，看他今天怎么交代！我当众拆给大家看，真货是切断晒干的透骨草和黄金外皮，只能泡脚。纸条上写了进口服，假货里是霉草、碎树皮，还有不明根。他说的对，真包配料干净，假包有霉味，根本不是一批东西。你们是一伙的，那就看证据。假药包的粗布是供销点上周刚卖的红边布。张桂花，你家昨天是不是扯了3尺？娘，别说了。舅舅，闭嘴！大伯，假货吃坏人，
你们还想栽到我头上？今天这事不赔礼不没钱，我就报派出所。我不管真假，我儿子出事就找你。我儿子找你。谁敢动他？我劝你最好先把话说清楚。想要赔偿可以，但先把真假分清。我儿子疼了一夜，你还想狡辩？你买的这包没有我的红线结，纸条也没写禁止口服，我的每包都有编号。对，红线是我缝的，纸条是二妮妈贴的，每包都记着。谁知道你是不是临时补的？那就当中拆。假药包里混了土3七根粉，误服会腹痛，幸好量不大。那是谁卖给我的？你在镇上亲口说过，是张桂花送到你摊上的。现在当着大家面再说一遍，是他说是林婉家的货，让我5分钱一包卖。他胡说八道，不是我让他卖的。这是供销社的收据，上面清楚的写着红边粗布3尺，买猪张桂花，而我用的是架状的旧红线，只有周神有。你还有什么话说？娘，咱们回去吧。拿烂草药骗我儿子喝，赔钱！你们用假货害人，还想栽赃给我？今天这医药费，你不仅得1分不少的吐出来，还得当着全村的面给我低头认错。死丫头，做人别太绝！你们卖我、害我、砸我饭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绝？赔钱，不然我现在就拉你去派出所。钱我赔，今天这事算我没查清楚，我认栽。对，不住。大伙儿听好了，从今天起，林婉这丫头的药材，我永安药广挂金字招牌全收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造假，败坏他的名声，就是砸我永安药广的饭碗，我直接送派出所。今天算你狠，不过你爹当年在深山里到底是怎么死的？你真以为凭你现在这点本事查得起吗？你最好每天烧香祈祷我爹的死跟你没关系。只要被我扒出一点烂泥，别说是你，哪怕是把这座后山挖穿，我也要把你们连皮带骨头全部刨出来。坏丫头，这规矩一立，大家伙现在是彻彻底底服了你，可不是吗？跟着婉丫头的铁规矩走，好药材绝不被黑心商贩压死价。我今天这一筐换回来的票子，顶得上过去在地里死刨半个月的活钱。不靠人情，靠规矩，规矩立得住，大家才能把钱挣得硬气。王丫头，镇上发通告了，你这规范采药的模式被镇政府盯上了，镇长亲自点名，让你明天去镇上开表彰会。当家的，这死丫头马上要攀上镇政府了，以后咱们还怎么整她？要不干脆把她爹那事儿……闭上你的臭嘴！他现在翅膀硬了，那事要是露出半点风声，咱们都得完蛋。林婉同志，你带头规范山货采挖，不仅给村里妇女找了活路，还断了黑心商贩的财路，镇里全力支持你。这奖状是镇里的铁规矩，有了它，山里的宝贝绝不许人贱卖，山里的暗鬼也绝不敢躲在阴沟里害人。还是镇长眼光毒，不像有些狼心狗肺的亲戚，净干些缺德事儿。陆晨，有你的挂号信。出什么事了？家里的陈年死局，有人不知死活的重新掀底了，我必须立刻走。什么时候走？今晚。这是我亲手配的极品金创药，外面的道山火海你随便躺，但命必须给我留着。你还欠着我守夜的工钱，死在外面，我找谁去收账？等我回来。看家护院的人滚了！我看你还能得意几天？今天只采东坡外围，深处的先不动，没我带路，谁也不准进。陆晨不在，林占山再来闹咋办？他越闹，越证明他急。林婉姐，镇上那个杜掌柜带着东西去你大伯家了。周婶儿，手死这杆秤！今天除了你，谁敢碰东山的药材一下，
直接拿锄头往外轰，出事我担着。你侄女现在翅膀硬了，普通的下三滥手段压不住她，要抓就得抓他爹当年死在深山里的旧事。只要把水搅浑。杜掌柜真是闲得骨头疼，自家药铺的烂摊子收拾不明白，改行来别人家收陈芝麻烂谷子的脏水了。死丫头，你要造反啊！谁让你进来的？这是林家，给我滚出去！我爹的东西为什么在你家桌上？你爹欠了家里债，这些早抵给我了。我爹死在集体药材仓火场，生前从不欠赌债，借条呢？小姑娘，做人太聪明不一定是好事儿。杜掌柜，做生意太脏也不一定长久。这就是你爹当年私吞集体药材的证据，他畏罪冲进仓库才烧死的。林婉他爹不是救火死的吗？这纸太新，印泥太艳，你们连造假都这么不用心吗？你少胡说！我爹年去世，落款却是90年的落款，死人能从阴曹地府爬出来签字？林家这点破事我没空管，但林婉，你给我听好了，别以为戳破一张废纸就能只手遮天。镇上药材的深水，轮不到你一个丫头片子说了算。轮不轮得到？看的是我的货硬不硬，以后谁再敢拿我爹的死做局，这张纸就是他的下场。大门敞着，慢走不送。今天撕的是废纸，下次再敢合伙外人拿我爹的死做局，我撕的就是你们林家老宅的房顶。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们最好祈祷自己真的一干二净，否则我挖地3尺也要把你们的皮剥下来。林婉姐，杜掌柜白天在你这儿吃了鳖，连夜去县城搬了救兵。韩掌柜让我来给你透个底儿，明天县城最大的药材巨头许老板点名要见你。这人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来者不善，你千万当心。大黑天跑山路，拿去喝茶。回去告诉韩掌柜，这世上没有吃人的活阎王，只有还没被喂饱的大鱼。明天我林婉亲自去会会他，看他有多大的胃口。许老板，人到了。许老板找我是谈买卖还是谈威胁？小姑娘，说话别带刺。我看中你的东坡药材地，想帮你一把。你确定是帮我？东坡采药点、账本、永安药号合作全转给我，我给你500块，以后你来我这儿当管事。我光承包费就交了600，许老板500买走我的路，还说帮我。别不识抬举，婉婉，你一个姑娘撑不住，把东西交出来，省得连累全村。大伯，你是怕我撑不住，还是怕我撑住了以后查我爹的事儿？你少扯没用的。我给你3天，3天后你的货进不了药号，运不出镇，也没人敢收。不用3天，我现在就拒绝。婉丫头，咱们的药材咋办？该采采，该晒晒，我不会让大家白干。没饭吃的时候，骨气不顶钱。可没骨气的人，连钱都守不住。许老板在县城有仓有车有关系，镇上几家药铺不敢明着得罪他。永安也不敢。我能收小半量，但帮不了你所有货，再多我也会被卡。那就不靠镇上，我们进县城自己找销路，留在院地才是等死。明天我去县城租铺子。通知县城那边给他准备个好铺子。婉丫头，县城人多眼杂，可别被坑，容易被坑才要先看清。我这南街的好地段，1个月租金100块，少1分都不租。押1付3，400块现钱，马上签契约。姑娘爽快，咱们这就签。等等，你刚才说你的药材产地是哪儿？林家村后山东坡。不租了。南街的铺子哪怕是空着，也绝不敢租给林家村的人。拿着你的钱，马上出去。婉丫头，咱们这一上午连跑了3家，家家都是听见林家村就像见了鬼一样轰人，是不是那个许老板早就打过死招呼了？他这是在给我下马威，他想让我知道，没有他姓许的点头，
我林婉连县城的一块砖都踩不热。姑娘要租铺子，南街你是租不到了，但我这儿有个绝佳的好位置，便宜，临街，今天签，今天就能用。先看房。就是这儿，姑娘你看看，虽然偏了点，但面积够大，也就是你今天运气好遇上了我，不然这种抢手的宝地早没了。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跟烂泥汤一样冲？空房子久不住人都这样，通通风就好了。规矩是押3付6，你今天先拍200块钱定金，这铺子我立刻给你死死留住。墙刚划过。这不，房东为了迎新客，旧屋翻新嘛。这不是翻新，是遮霉。后墙地基漏水，我几千块的一个药材放在这儿，不出3天就得全烂成废渣。拿这种死地来坑我的定金，谁给你的胆子？不租就不租，别乱说。这铺子之前被查封过，你让我今天签，是想让我接旧债？别给脸不要脸！县城水深，不是你个乡下丫头撒野的地方。我从林家村被威胁到县城，最不怕的就是放狠话。这破屋彻底是个坑，你留着自己用吧。婉丫头，连看个破房子都有人盯着，这县城的铺子咱们还怎么租？许老板费这么大劲儿给我挖坑，正说明他怕我真在县城扎下根。林婉姐，韩掌柜让我来通知你，北街有间旧粮铺，房中老娘重病急等着用钱，许老板的手还没伸过去，快去截胡。我急着拿钱给我老娘交手术费，租金能给你压到最低，但绝对不能拖欠。我不拖，租金按你说的走。头3个月的钱，我现在一付不少，全拍在这。姑娘，这救命的恩情我记下了。以后这铺子不管哪里的砖瓦坏了、漏了，你随时言语，我随叫随到，绝不推脱。各取所需，治病要紧，快去吧。周婶儿，从今天起，这就是我们在县城砸下的第一根钉子。老板，那丫头没进套，竟然在北街截胡了一间旧药铺，真把铺子盘下来了。盘下来了，好啊，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的点头，县城里谁敢踏进他的破店半步？婉丫头，招牌是挂出去了，可这街面上冷得像冰窖，许老板这是铁了心要活活晾死咱们啊！晾得干水分，晾不干药效，只要咱们的货够硬，价够狠，哪怕前面是刀山，也有人敢来趟。小姑娘，北街可不是你们那穷村子，在这儿跟许老板斗，你这破山货就算倒贴白送，看能卖出几个钱？白送那是叫花子，我林婉的货不仅要卖，还要当着他姓许的面卖出真金白银的价。死鸭子嘴硬，我倒要看看你明天开业怎么喝西北风。那您明天可千万把门缝开大点儿，好好看清楚，这西北风是怎么把全县城的活钱一分不少的刮进我这道门的。谁呀？哪个缺德的？这店还没开就得罪人了，明天咋开业啊？开，还要开得更热闹。招牌都毁了，咋开？谁说这是毁招牌？明天我就让全县城知道，有人怕这家店开门。婉丫头，这样挂出去会不会更招事儿？招事儿的是他们，我们只是让人看清楚。姑娘，你这店得罪谁了？得罪了想压价收山货的人。今天开业，所有药包先看料再买，假一赔10。这味道倒干净。这位大哥，您脚底下那块铜片，别急着踢。跑什么？你回来了。回来晚了。陆晨，你可算回来了！昨晚有人破期，差点毁了开业。昨晚在巷口的人是你？我路过，我啥也不知道。县城卖这种红漆的只有2家，你手上还有7点，路过能录到桶里？谁让你来的？
没人。那就去派出所说。是许老板，他让我吓吓他，别让店开起来。大家都听见了，有人怕我们卖真货，所以砸店。今天所有山货当场拆包验货，价格公开。我这次离开，查到你爹当年出事前仓库钥匙不止一把。还有谁有？县城一个姓赵的人，现在他是许老板背后的人。原来兜兜转转全是蛇鼠一窝，他姓赵的敢躲在背后当靠山。那我就先把许老板这个爪爪连根剁了，我倒要看看那个姓赵还能在阴沟里藏到什么时候。婉丫头，把药材摆罐子里干啥？这第一罐是咱后山东坡原产的透骨草，骨节分明，不掺一根死草。第二罐极品干黄精，切面油润，真金白银。哎呦，婉丫头，这长毛的烂东西摆上台面，不是晦气吗？晦气就是要让所有人把这晦气看个清清楚楚。真货不怕看，怕看的才是烂了心肝的假货。3罐摆在这儿，谁在做良心买卖，谁在拿烂树皮谋财害命，大家自己带了眼睛，自己挑。这就是之前害人的假货。对，所以本店所有货都能拆包看料，账本也能看来源。能泡水吗？这是食用级黄金片，可以炖汤泡水，但药包只能泡脚，不能入口。买之前我说清楚，您用着也放心。把假货当教材，你这脑子比县城不少老板都活。韩掌柜，药号收药是老路，山货店要走新路。我想做原料看得见，价格写得清。县城人就吃这一套，干净、明白、可信。疯了吧？这穷乡僻壤破树根，竟然真能在县城抢破头！昨儿还咒咱们喝西北风，今儿活钱全挂咱们柜台里了。规矩立在这儿，带旧不带来装货，当场立减1分钱，省下来的全是大伙儿的真金白银。这姑娘做生意太敞亮了，给我装满，下回我把全巷子的人都拉来。我的老天爷，婉丫头，快200块！咱们1天就把县城旺铺1个月的钱全挣回来了。这就叫活钱，留足本金，剩下的全部压进去继续吃货。这店算是死死扎在县城，除去成本和大家工钱，剩下的再进货，店能活下来了。有人来了。新店挺红火呀，在北街做生意，保护费交了吗？听说你今天卖了不少。北街规矩，新店开张先交300保护费。300？你抢钱啊？少废话，不交，明天你这店就开不了门。东西放下，滚！你又是哪儿来的？他是店里的护货人。那正好，教教他护货也得懂规矩。陈三，你替谁收的保护费？我用得着替谁收吗？整条北街都是我照的。那为什么账本第1页写着赵记？你这不是保护费，是替赵家收的黑钱。别动！北街20几家店，每月都交，你们收钱却从不护店。昨天我被泼漆，你们在哪儿？就是，我去年也被砸过，他们拿钱不管事儿。那你想怎样？2个选择：第一，我拿账本去派出所，你和背后的人一起查；第二，你带人改行，给北街商户看夜巡街，每月收多少钱，公开记账，谁家出事先找你。你让我当看门的？是保安队，拿明钱干正事儿，比替别人背黑刀强。那我凭什么信你？今晚起，你带人巡街，3天没事，我替北街商户出第1笔巡街费。敢耍花样，我先找你。婉丫头，你把收保护费的收成自己人了？不是自己人，是先把别人的刀变成明处的刀。这个赵记，可能就是当年那个人。林老板，前2天是我有眼无珠，以后北街这地界还得靠您多照应。果子拿回去。北街不靠谁照应，靠的是规矩。守规矩，大家一起吃肉。谁要是敢玩阴的，不管是谁，我第1个掀他的摊子。是，全听林老板的规矩。
婉丫头，照这样卖下去，东偏那些货都不够了。咱们自己的规矩也不能乱，货不够就直接断供，绝不收一件烂货砸东偏的招牌。林老板，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谁？赵先生，他请你今晚去赵公馆喝茶，不去。他还说林占山也在，谈的是你爹当年的事。这是局。我知道，但他敢拿我爹当饵，说明我离真相近了。林婉，久仰，小小年纪把村里山货卖进县城，不简单。赵先生找我，不会只为夸我。你爹林建安，有人说他救火，有人说他畏罪灭证。你想知道真相，我可以给你。条件呢？山货店、东坡药材地跟永安的合作，全都转出来。你拿一笔钱离开县城。婉婉，赵先生肯给你活路是你的福气，别再查了。你当年也这么劝我爹的吗？聪明人要懂得见好就收。这份档案少了仓库钥匙登记，赵先生不是给我真相，是想用半截真相吓我。你不怕？我重活一回，最不怕的就是你们这种拿旧案压人的人。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县城的大门是怎么一扇一扇在你面前死死关上的。赵先生已经搞定了，明早8点，咱们直接拿这卷封条去封那破店，连人带货，抄个底朝天。好啊，明早8点，我把大门敞开等着你们。但你们给我听好了，要是明早这封条贴不到我的门上，我林婉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把它死死糊在你们赵公馆的牌匾上。有人举报你们售卖来路不明药材，涉嫌无证经营，立刻停业检查。我们有账本，每一斤货都记着来源的。货从林家村东坡来，承包手续、收购记录、韩掌柜验货单都在这里。先查封，材料回头再说。手续没看完就搬货，你敢妨碍执法？别动手，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林老板，要不要叫大家拦？不拦，让全北街都看清楚，他们是怎么封真货的。婉丫头，咱们就这么认了？做买卖要懂规矩，县城不是谁想闯就能闯的。许老板，我的店今天被封，北街的人都看着，你以为封的是门，实际上封的是你们的把柄。有本事你就去告。我不止告，我还要让县城所有人知道，有人怕山货店卖真货。婉丫头，咱们现在去哪儿？回村找大队长出面吗？找大队长没用，赵启明能只手遮天关我的店，我就去给他开一扇漏风的通天大门。罗记者，有人为了垄断药材，光天化日强封清白商铺，我这里有全县城最黑的底价内幕，还有赵公馆以权谋私的铁证。这篇能把天捅破的稿子，你敢不敢接？有人故意查封这好定性，但有直接咬死赵启明的铁证网。这些只能定死许老板，要扒下赵启明还差2刀。第一刀，单子上有赵记的绝密私印，林婉父亲当年出事前，仓库备用钥匙被人偷偷抽走。第二刀，我以前收的黑钱，最后全进了赵家人的口袋。我认栽，但我绝不再给那老狐狸当替死鬼。只要证据经得起查，我敢把天捅破。那你就尽管去把这天给老娘捅个窟窿。至于赵启明、府高打板这2个地头蛇，我林婉亲自去剁碎他们的老巢。明早8点，咱们见报封侯。婉丫头，这下总稳了吧？赵启明敢光天化日封店，就敢黑更半夜抢底稿。今晚谁也别睡死。走水了，快救火啊！极重的劣质烟味，是林占山。他偷这要命的东西，绝不是为了毁尸灭迹，他是想拿这些证据去换真金白银。赵先生说了，东西交出来，立马给你拿500块钱走人。500块，打发叫花子呢？这里面装的可是赵启明的催命符。
今天少了2000块现大洋，老子就是把他一把火烧成灰，也绝不卖。老东西，敢敲赵先生的竹杠，你有种！2000块我做不了主，你带着这要命的东西找个地方躲起来，等老子的信儿。敢私自卖给别人，我先剁了你的手！林老板的原话，姓赵的给不起的2000块，他给，这是定金。今天下午成交废戏台，带着底稿去换剩下的钱。敢少一张纸，这200块就是你订棺材的买路钱。陆晨呢？你既然怕他，当初就不该去碰我爹的催命符。钱在这里，把东西拿过来。你爹活着的时候就蠢，死了还给你留麻烦。林婉，这命你认了不就完了？我爹当年到底为什么进仓库？先给钱。我要听真话，你说清楚，这些都是你的。当年仓库缺了一批公家药材，你爹发现账不对，要去镇上举报。赵先生的人让我把他引到仓库，说只吓唬吓唬。谁知道那晚起了火。钥匙是谁给的？赵启明的旧会计，姓侯。许老板那会儿只是跑腿的。所以我爹不是畏罪，是被你们害死的。你套我话！材料交出来。够了，这份证据必须马上送出去。罗记者，赵先生请你喝茶，还有林小姐也一起走吧。你们先撤。别管我，把证据送到省里。陆晨，林婉，我给过你退路。你给的不是退路，是让我闭嘴的坟坑。死到临头还嘴硬。他聪明，聪明人最知道证据的分量。录音和旧材料在哪里？你不是县城的门吗？自己找啊。签了，把东升和山货店转出来，我可以让陆晨活着。你动他，省里的调查组只会来得更快。陆哥，里面至少6个人。你们守后门，人出来一个都别放跑。陆晨，低头。你敢死！我连你们的局都敢掀，4张破纸算什么？走！林老板，快带陆哥走！这道门老子死也堵住！陆晨，你给我睁开眼！没我的同意，你敢睡过去试试？别管我，铁证安全送出去了吗？送出去了，罗记者已经连夜上了去省城的火车。后脑挨的这一棍太狠，万幸没碎骨头。今晚这口气能不能喘匀，能不能醒，全看他自己的命硬不硬了。瓦丫头，这孩子是生生拿自己的命在替你挡死劫啊！我知道，我以前总觉得靠谁都会输，可你一次次挡在我前面，我却连一句真心话都没来得及说。林婉，省里有人到了，出来一下。我们接到举报，涉及县城药材收购垄断、集体资产流失和旧案疑点，你愿意配合调查吗？愿意。这是查封材料副本、召集保护费账本、假药包来源、林占山录音内容和我父亲旧仓库单。录音我做了2份备份，1份已经随电报说明送出，很好。
今天起，相关人员会被控制，你的人身安全我们也会安排。林老板，许老板的仓库被查了，听说赵公馆外也去了人。老天有眼，不是老天，是证据。陆晨，你不是说等你回来吗？现在该你等我，等我把我爹的冤案翻出来，等我把店重新开起来，你得亲眼看到。我看着呢。你醒了？别哭，店还没开，仇还没清。好，那就一起清。林老板，前次是我们瞎了眼，程序大错特错。这封条我给您撕了，您千万高抬贵手，别让报社再发下半部的考稿了。昨天贴的时候那么痛快，今天随便撕2下就算了。贴上去的脏东西用手抠不干净，拿水给我洗，一点白纸屑都不许留在我的门板上。老丫头，门开了，咱们的门终于又敞开了。不仅是门开了，是赵启明盖在县城头顶的那块遮羞布被咱们彻底撕裂了。林老板卖的是经得起查的真金白银，我们北街全街的商户今天拿脑袋给他作证，卖山货只认后山东铺。9年前，集体药材被低价掏空，紧接着仓库失火，死无对证，备用钥匙登记被强行抹除。赵启明，你留着去跟专案部慢慢解释吧。黄组长，这全是他赵启明逼我干的，我就是个跑腿的。当年做假账、放火烧仓，全是这老狐狸一手招办的。吃里扒外的蠢货！你以为现在把我反咬出来，你就能活得成？我没放火，我真的没放火。当年我只是收了赵启明的钱，把你爹骗去了仓库，那把火不是我点的呀！你终于把这句人话吐出来了。婉婉，我是你亲大伯呀！我当年真的没想害死他，我只是贪那点小钱，你放我一条生路吧。你收了黑钱把他引去死路，又把救命的备用钥匙交出去，你现在这句没响，留着这些话去大牢里慢慢向他磕头谢罪吧。赵启明、许德旺、林占山涉嫌侵吞集体资产及蓄意谋杀，全部铐上，一个不留，带走。黄组长，我举报，我要戴罪立功。赵启明在省城还有暗账，全是他指使我的。林婉，算你命硬，但这县城的水深得很，你以为扳倒了我，你就能安稳吃下这块肉？县城的水再深，也淹不死不贪的人，是你们自己的贪心，亲手敲响了这口丧钟。带走。都是你们这2个丧门星，非要去偷什么稿？现在连家里的老底都被抄干净了，还不是你造假药包？我早说别惹林婉。不可能，林建安明明死了9年了，怎么还能翻案？林婉，明天头版头条标题我都拟好了，从被断亲到带村致富。别写我有多惨，版面留给规矩、账本和我的山货分级标准。我要让全县的村子都看清楚，山货绝不是只能任人宰割的贱骨子。我的老天爷，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咱们泥腿子挣钱也能挣得这么硬气，这么明白，不怕被坑，也不怕被压价了。县里批了，皖山农产品公司，你是唯一的法定负责人。这只是个开始，从今天起，从林家村到全县再到省城，只要有山的地方，就有我们皖山农产品的铁规矩。婉丫头，28块，我这辈子第一次捏着自己挣的县大洋，比我男人做苦力1年还多。别光顾着乐，按红手印儿。林老板的死规矩，账面清清白白，咱们这饭碗才泡得死紧。林婉，你真把这座穷山生生砸成了一座金山。不是金山，是咱们这群泥腿子生生淌出了一条活路。活干完了，跟我上山。你今天怪怪的。怕你满脑子都是账本，把要紧事给忘了。刚重生回来那天，我只想从林家那个火坑里爬出来活下去，真没想到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些路
是你自己一步步杀出来的。也靠你，悬崖边、死胡同旧擦裤，每一次要命的关头，你都死死挡在我前面。这块总牌差点埋掉真相，但也把你带到了我身边。林婉，我嘴笨，但往后，不管你要守着东坡，还是要掀翻整个省城，我都拿这条命陪你趟。你这是求婚？是，你敢不敢让我光明正大，死死定在你身边？婉丫头，快接呀！急死我这老婆子了！同意你就使劲咳一声。我愿意，但你给我听好了，我林婉往后的路只会比现在更难走。我陆晨命最硬，耐走。都坐！今天不摆什么破酒席，咱们拿自己双手挣出来的真金白银当满汉全席。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算账，今天只喝咱们皖山农产品的喜茶。林婉，这头把我定死了，就叫泥腿子砸出的新天地。就用这个，让全县都看看咱们林家村的硬骨头。招子都给我放量，按死单子装车。敢混进去一包碎货砸林老板的招牌，老子直接把你踢出北街！乡亲们，这是咱们第一批直接杀出县城、发往省城的大单子。以前咱们被踩在泥里，今天是省城的大老板排着队拿着现金来求咱们的货。一份是9年前的血债，一份是今天的铁证，都握紧了。我爹当年拿命去守的底线，今天终于没人敢再动一根指头。一个人翻身不算赢，让一村人都有路走，才是真的赢。婉丫头，陆晨，快回来！全村人等着敬你们的喜茶呢。周婶远远来